伊朗最高领袖放话后呢，沙伊两国再次在北京会晤，中东地区给出了一记耳光，拜登应该看懂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窜美与美国众议长麦卡锡会面之际呢，那么中东也传来了3件事，给了拜登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第一件事啊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，作为伊朗的最重要的对手之一，那么美国政府现在是一届比一届弱啊，拜登则是过去20年最弱的美国政府。而第二件事，有消息指出，沙特外交大臣和伊朗外长再次在北京举行会晤，目的是推进此前在北京达成的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双边协议。而第三件事，有消息透露呢，沙特王储萨勒曼曾告诉心腹助手，他将不再取悦美国，并且沙特将实施沙特优先的经济政策。首先，大家都清楚，伊朗和美国是死对头，那么双方在中东地区乃至国际棋局上啊，早已经就是你死我活。所以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抨击美国政府也算正常。可问题是，直接嘲讽拜登是过去20年最弱的美国政府，这样可以说就有一点杀人诛心了，等于完全没有给拜登面子，并且呢，也证明了伊朗对美国的不屑态度。其次，沙特王储兼首相的萨勒曼虽然并不是沙特国王，但是啊，在老国王已经内定他为太子并年老力衰的情况下，萨勒曼已经成为了沙特实质意义上的掌控者。而这种背景之下，萨勒曼对于美国的态度就是未来沙特与美国的外交倾向。很显然，萨勒曼不爽美国，也不愿意去捧美国的臭脚。而一旦等到沙特老国王去世，那么沙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或许将迎来大变化。最后，沙特与伊朗再次选择北京作为会晤地点，一则呢是因为中国在两国复交当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。在过去几十年中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实力与影响力无出其右，是中东的主要调节人。而现如今沙特与伊朗复交被中国促成，则表明了美国介入中东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，现在是中国的时代，并且还是中东国家主动靠拢的结果。当然，这3件事无疑不是在告诉美国政府，美国在中东的辉煌真的是落幕了。现在的中东国家，无论是伊朗这样的大敌，又或者是沙特这样的传统盟友，都开始不卖美国的面子，甚至直接无视美国的威慑力。这对于依靠霸权控制世界的美国而言，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所以我想拜登政府也应该可以看懂，但看不懂也没有办法，因为美国的强大是依赖霸权的掠夺。美国所到之处给相关地区带来的只有战争和杀戮，但中国不一样，中国给相关地区带来的永远是和平与繁荣。这或许也是那些国家为何选择中国而抛弃美国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